美国最高将领换人，拜登为何提名空军参谋长？这件事情差点给大意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早在今年5月底，美国白宫曾经公开表示，拜登总统已经提名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·布朗将取代马克·米利成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。按照流程，现在拜登已经签字同意，所以不出意外，只有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，那么查尔斯·布朗将于10月正式上任。美国参议院会同意吗？当然会同意，因为美国参议院被民主党控制，拜登作为民主党的领袖，又是美国的总统，既然已经提名，基本是通过了，后续投票无非只是走个过场而已。这位美国空军参谋长出生于空军世家，祖父曾在2战时期服役，而他的父亲也曾在军中服役30多年，曾担任上校职位，并且打过越战，祖父2代都为美国抛头颅洒热血了。所以从背景资料来看，查尔斯·布朗的身份背景非常的纯粹，在美国属于典型的光荣的军人家族，这或许是他能够节节高升以及被拜登提名的原因之一。然而更为核心的原因是，他非常熟悉印太地区的局势，因为他曾被任命为美军印太司令部空军司令。要知道这个任命可不简单，因为印太司令部是美军实力最强、防区最大的一个司令部。在查尔斯·布朗担任印太司令部空军司令之前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黑人能够担当此重任。但是查尔斯·布朗却凭借着自己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以及领导经验，拿下了印太司令部空军司令一职。不得不说，他还是有2把刷子的。现如今，这样的人物即将被任命为美军最高将领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拜登政府正在加速大国竞争的准备，甚至有可能是战争准备。实际上，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的猜测，因为就在前几个月，拜登任命了太平洋舰队司令约翰·阿奎利诺担任印太司令部的司令，再加上这件事，所以信号已经非常的明显了。印太司令部作为美军实力最强的司令部，如今的领导人是由长期熟悉印太事务的一线部队指挥官担任，而美军最高将领也将由长期熟悉印太事务的一线指挥官来担任。这2个人涉及美军重大人事调整，而且都是与印太战区有关。要说这不是针对中国而来的，恐怕没有人相信。美国很有可能在做战争的准备，所以我们不得不防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